孙浩然，我们3年的日子就这么完了。苏半夏，别把自己说的多委屈，日子过不下去，早点散，对谁都好。离都离了，还缠着干什么？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，别晦气。妈，我伺候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看我？别叫我妈，你现在跟我们孙家没关系了。对了，别忘了协议，成交那个旧猪场归你。猪场欠的20万债也归我。当初猪场是你非要折腾的，现在给你，债当然也给你。那是你们孙家的旧猪场，我嫁过来时他就荒着。少废话，协议你自己签的，白纸黑字。浩哥，别跟他纠缠了，一个养猪的女人懂什么体面？听见没？你跟丽丽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孙浩然，我供你跑项目，替你照顾你妈，帮你撑着孙家，到头来我只配拿一个破猪场。你也就配那个。好，猪场我接，债我也认，算你识相。但孙浩然，你记住，你将来别跪着回来求我。孙浩然，你今天给我的羞辱，我会一笔一笔还回去。动作快点，把这些家产都给他卸下来，我还赶着回去敬酒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抚养费和家产分割啊，这5头猪算你5000块。这猪都快死了，你也算给我？死了你可以吃肉嘛，农村人还在乎这个。还有这个，当初建这猪场借信用社的钱，本息20万。这钱是你爸借的，猪场荒废也是你们不经营。协议上写了，猪场归你，债务当然也归你。哎呦，这苏半夏真傻，背了20万的债换个破烂摊儿，孙家真够绝的，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！孙浩然，听说你们分家了，这20万的债谁还？找他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猪场法人现在是他。苏女士，这钱已经逾期3个月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刘哥，你可得盯紧点，别让他跑了。刘经理，给我3个月时间。苏女士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还？3个月，你也就只能卖那几头病死小猪，做梦呢！就凭我是农业大学毕业的，这片地我有用。上了个大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回来养猪，好好守着你的猪场吧。城里人的世界你不懂。行吧，再给你3个月，到时候要是还不上，咱们法院上见。连你们也被嫌弃了啊，没关系，咱们谁也别认命。爸，你说科学养殖才是出路，今天我就在这片烂摊子上从头证明。20万外债，5头病猪，孙浩然，你就等着看这废墟怎么翻盘。战斗开始，先保住那5头猪的命。大学生真要在这破地方扎根了，给那几头病猪打针管啥用啊？趁早挖个坑埋了吧，一针下去他们就能保命，3天后就会抢着吃食。你就吹吧，你钱公公当年砸了那么多钱都养不活，就凭你这破针管，这几头瘟猪要是能活，我李四婶把这满院子的烂泥吃了。哎，吃泥就不必了。3天后他们活蹦乱跳的时候，嫂子记得借我辆3轮车去镇上拉饲料就行。再说了，孙家亏钱是他们没本事。哟，口气不小，养猪还有啥大本事？多喂2口泔水的事儿。以后的猪得靠科学养，净整些没用的词儿，看你能折腾几天。半夏呀，打扫这么干净，你这是养猪还是给人住啊？支书，环境干净，切断杂菌，猪才不容易生病。哟，昨天孙浩商在城里大酒店摆的订婚宴，鲍鱼海参管够，你搁这闻臭味图个啥呀？咋没味儿呢？我家猪圈隔2里地都能闻见臭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想冲死人啊？猪本来就在泥里打滚，你给它那么干有啥用？这里现在是无菌防疫区，脚上的泥没洗干净之前，别跨进这条线。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啊？哼，穷讲究，这地方风水就是绝户地。当年孙家老爷子在这儿投了10几万，猪也不见好，你刷几层白漆就能逆天改命了？这叫设计缺陷，排污暗沟堵塞。孙家当年的猪是被毒气熏死的，跟风水没有半点关系。半夏是正经农业大学出来的，懂科学，少在这嚼舌根。都散了散了。半夏呀，你虽然懂得太多，不过你也别瞎折腾，把还债的钱搭进去了。支书放心吧，我有数。环境搞定了，接下来该彻底解决病根了。半夏别费劲了，都拉得站不起来了，打青霉素都没用，趁早挖坑埋了吧。陈叔，我配了复合益生菌重建他们的肠道，他们死不了。邪了门了，这快断气的瘟猪还能被喂活了？半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回光返照？这叫科学。丫头，你这里面到底加了啥神仙水？秘密，陈叔，好戏还在后头。
3天期限到，生长速度超预期20%，皮儿毛油亮，肠道重组彻底成功。你这料里绝对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邪门玩意儿，我今天非得抠出来看看。退出去，这里是无菌区，脚上带着泥别进来。你少拿这些词儿唬我，正常猪哪有皮毛这么亮的，满身抹了油一样？你这叫毒猪肉啊！复合益生菌促进营养全吸收，皮毛自然发亮，这是现代科学养殖，不是你那喂泔水的野路子。狗屁科学！镇上收购站的老周可是我亲表侄儿，我今天就去镇上打招呼，说你也5头猪，1斤肉都别想卖出去。去告，顺便让全镇人都来看看，孙家砸了10几万都养不活的猪，到了你手里是怎么发光的？你少狂！孙浩然现在可是楚氏集团的投资总监，身价1000万，分分钟拿钱砸死你个喂猪的！哼，那麻烦你转告那个总监，准备好眼红。还有3天期限已到，隔壁李四婶输给我的3轮车马上就开过来了，好狗不挡道，不出去怎么倾家荡产？你好好看着，老娘我明天一早去镇上会你那个亲戚。翻倍了，这下发财了，露露真是我的福星。宝贝儿，咱们明天是不是可以提现买那辆跑车了？对，明天浩然哥，我得先回趟老家。这么晚了回老家干什么？咱们不是要庆祝吗？我妈病了，得抓紧回去。你别管了。那你带这么多行李干嘛？还有你的首饰呢？喂，谁啊？孙浩然是吧？你女朋友欠我的3个月房租什么时候交？什么房租？这房子不是他买的吗？你是骗子！谁骗你了？是你自己蠢。那这1000万呢？我的投资呢？虚拟盘没见过啊？那是哄你玩的数字。还我钱！那是我跟我妈借的养老钱！滚开！死穷鬼，跟你演戏我都嫌累。骗子！全都是骗子！我把抵押老房子的钱全完了，我居然把下蛋的鸡赶走了，去捧一堆假账。孙浩然，你就是个绝顶的蠢货！借了3万块钱的饥荒啊！刚抓的20头小猪仔，今天早上全趴窝了。我就说这村里风水不对，楚老二，你这是冲撞了脏东西！哎，赶紧把这符烧成灰，兑水灌下去，保准半个时辰就活蹦乱跳。吴叔，你家猪这是细菌性腹泻，得用药。你个被扫地出门的晦气东西，少在这咒人！我那几头猪喝了符水，现在好得很。你就是眼红别人家养猪，他那猪都是喂药喂出来的，咱们能比吗？1号复合益生菌，免费，半价料理，半天见效。别信他的，他就是想害你的猪。信他，准备挖坑埋猪；信我，你那3万块钱的饥荒，我保你不用还。死马当活马医，半夏，叔信你这回。不知好歹，你听着扫把星的，就等着血本无归吧。让事实说话。吴叔，药效起了，记得来我猪场帮忙干1天活，当药费。这皮毛水滑的，骨架这么宽，出肉率绝对拔尖儿。丫头，这猪是你养的？是的，老板，生态喂养，没用过抗生素。好货，这才是现在的市场要的，膘肥肉紧，身上没针眼，确实是纯生态猪。丫头，这5头我包了，给你按市场最高价，1斤15，1斤18。这是纯生态猪，肉质排酸后能直接上高档西餐厅的餐桌，你转手拉去省城，1斤至少能卖25。老板，您是行家，知道这猪值多少？行啊，底牌全让你给摸透了。老板，合作愉快，以后想要顶级的货，直接去城郊苏家猪场拉。装车，装车！苏半夏，你哪来的钱买3轮车？你干什么？这得好几千吧？你发财了？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还有没有点规矩？我的好儿媳呀，妈就知道你最有本事了啊！浩然在城里被人骗了，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半夏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咱们复婚吧，我回来帮你一起搞养殖，咱们夫妻同心。孙浩然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白纸黑字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这牧场还是我们孙家的地，地是租村里的，租金我交了10年，现在这里姓苏。你个没良心的毒妇，你这是要逼死长辈呀！不让开，我就直接撵过去。昨天是我可怜他一个人在猪圈，才好心去看看。我孙浩然在城里那是干上亿大项目的，能看得上他那几头破猪？得了吧，浩然哥，全村昨天都看见你妈坐在人家铁门外头拍大门嚎丧了，连口热饭都没讨到。看见没？离了婚就只能干这种下贱活，那一身猪屎味，隔着2里地都熏死人，白送我都不要。这桶水给你洗洗心口窝的臭味，嫌贫爱富，抛妻弃子，这股从骨子里烂透的味儿，隔着10里地都让人犯恶心。你个泼妇敢骂我，看我不教训你！你动一下试试。大妹子，这套自动喂疗线和环控系统，德国技术，全套3万8，少1个子儿都不卖。呸，3万8够盖2间大平房了，卖了头猪就真把自己当大老板了。你买什么设备？苏半夏，你欠我的账还没清，今天这钱必须先拿来还债。哎，老王，你这是干嘛？别教我生意啊！收款码打开。
微信收款2万元。半年后剩下的全清，钱收了，让路。剩下的3万8全结清，马上给我装车。支付宝到账。好嘞，全款到账，大妹子够痛快，外面的工人马上装车。行，半年就半年，我老王信你这套行事规矩。慢点放，慢点放。鸟枪换炮，真正的牌局现在才开场。全体村民注意，省里发了紧急通知，隔壁县闹猪瘟了，这次是非洲猪瘟。支书，消毒水和防护服，村里有储备吗？我需要采购。有，我这就让人去调。半夏呀，你那猪场是重点。哎呀，支书，你别听风就是雨的，哪年不闹点病？我那几头猪天天喂剩饭剩菜，也没见生病啊。大妈，这次听说是真不一样，死得可快了。哼，那是他们命不好，我这猪圈门口贴了东西的。这是烈性传染病，你那是侥幸，别害了全村。呸！你个乌鸦嘴，我看你就是想独吞市场。你那猪场，猪都让你养翘气了。张采访2句，这是科学。哼，什么科学不科学？老娘养了一辈子猪，用得着你给教？半侠呀，你这是要防生化武器啊！吴叔，非常时期得用非常手段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必须要防患于未然，一旦感染，全军覆没，这钱必须花。苏半夏，开门！全村就你搞特殊，听说你又买了几万块的设备，让我进去长长见识。退到警侦线外面去，脚底带有未知病菌，你现在是1级污染源。你个疯婆娘，我是你前夫，你敢拿着毒水喷我？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按下这个扳机？疯子，你等着！没了，全完了。大半夜你不睡觉，在后院叫什么魂？紫红斑，口吐白沫，这是苏半夏大喇叭里喊的那个烈性猪瘟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你想把村支书招来，把咱们家大门贴封条啊？那怎么办？这瘟株留在院子里，明天一早臭味散出去，全村人都能戳我们脊梁骨。去，把那辆破3轮车推过来，趁着天黑连夜拉到隔壁镇的黑市肉摊，按正常肉价便宜也30%，马脱手。卖瘟猪肉被抓到要炖橘子的，家里锅都揭不开了，你还怕炖橘子？少废话，过来搭把手抬后腿，动作快点，这事儿给老娘烂在肚子里。老板收猪吗？刚死的，新鲜着呢。啥病死的？哎呀，就是吃撑了，没救过来。你看这皮色，好着呢。少给我扯淡！这猪身上都出紫斑了，当我是傻子？老板，你行行好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便宜点也行啊。便宜点？你这是想害死人啊！这猪瘟可是要命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就是普通病死的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呸！滚滚滚！赶紧拉走，别死我这儿。妈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一群黑心肝的，你们等着，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这怎么就死得这么快？妈，咱们扔这儿行吗？要是被村里人看见了，怕什么？这地方荒得很，谁会来？赶紧的！大家静一静，都别慌，听我说，经县防疫监确认，咱们村爆发了非洲猪瘟。我看这可是我全家的命根子啊！这肉是我从村头头老吴那儿买的，吃了这肉会不会死人啊？支书，这是我整理的应急预案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第一，封锁全村，禁止任何猪只和猪肉及其制品出入。第二，所有病死猪必须进行无力化处理，深埋并撒上生石灰。第三，全村进行大消毒，尤其是猪舍和垃圾堆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早上我亲眼看到他和张大妈用3轮车往黑市拉一头死猪，没卖掉又偷偷拖回来，扔在了后山的水沟里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钱，就是舍不得那头猪的钱啊！为了几百块钱，你让我们全家背上10几万的饥荒，今天掏不出赔偿款，你家连片瓦都别想留下。外面3个村死的连根猪毛都不剩，你这里几百头不仅活蹦乱跳，连体温变动都不超过0.1摄氏度，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啊！苏女士，你的防疫意识和技术水平比很多大型养殖企业都要高。苏女士，请问您是如何在全村爆发猪瘟的情况下保住您的猪场的？科学防疫就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严格的人员、车辆、物资消毒，定期的环境检测，科学的饲养管理，以及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播途径。面对病毒，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，只有科学才能救我们。半夏呀，你是我们全村的骄傲，也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这不仅仅是救了一个村，马上联系省厅，苏家猪场的硬核防疫模式必须全县强制推广。大家看看，苏家猪场几百头出栏猪，一根毛都没掉。右边张彩峰家的猪圈，这2张图就是命，这就叫对比，这就叫科学与愚昧的区别。你们母子俩因为你们的自私和愚昧，害了全村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脸面对大家？我错了。我们也想好好猪，可是我们不懂。孙浩然、张才芳，你们半夜偷偷往外扔死猪，把病菌全带进了村，这账本上记着全村120万的血汗，全让你们的贪心给毁了。那是我全家老小1年，今天要掏不出钱赔我的猪，你们今天就算砸块铁，也得把这笔烂账给我平了。乡亲们，这场猪瘟是我们老眼光看问的教训，时代变了，养殖也得讲科学。
我愿意把我的养殖经验和技术分享给大家。半夏，我们信你，咱们一起把村子建好。120万，今天掏不出活钱，老子把你家房顶的瓦全揭下来拉去卖。不能拿呀，家底全被你们搬空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半夏，你现在拔根汗毛都比我们的腰粗，你帮我把这120万的账平了，这院子这地皮我马上签字全过户给你。这死猪 A 的烂地白送我都嫌脏。吴叔，村口空地，10分钟后搭台子签合同，想跟着我干的带上钱过来排队。把那辆破3轮和屋里的粮食全拉走，一点活路都别给他们留。咱们走，跟苏老板签合同。乡亲们，想跟着我干，成立现代化养殖合作社，丑话得说在前面。半夏，只要能把朱一伞养活，你说啥是啥。第一，入社需要缴纳2万元的基础建设和设备费。2万，这么多？咱们村里刚受了损失，哪来这么多资金？半夏，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近情理？这笔钱都够咱们添置不少猪仔了。不近情理，大家好好看看我的猪场，整套防疫防护设备、恒温调控装置，每一处投入都实打实1分不少。想要养好牲畜，规避养殖风险，不想投入成本，根本不现实。那也不能一下要这么多啊，能不能先欠着？不能。第二，所有入社的猪必须统一品种、统一饲料、统一防疫。谁要是敢私自喂泔水或者乱用药，立刻踢出合作社，押金不退。这么严？那以后咱自家生饭生菜咋办？乡亲们，时代变了，半夏这是在救咱们村的命。这2万块是买个未来，我第一个带头交，拼了，我也交。再穷不能穷志气，我不想再被人看扁了。哎，苏老板你干啥？那槽子还能用，能省好几十块钱呢。你们从前猪圈里拿出来的每一件东西，上面都带着能让几百头死绝的病毒。从今天起，合作社只穿统一配发的无菌白胶鞋，谁再敢把旧东西带进厂，2万押金全扣，直接踢出局。哪怕是一只苍蝇，进猪舍前也必须过活检池，谁敢带一丝侥幸，就是拿全村人的钱开玩笑。张彩凤，你把全村坑得砸锅卖土，还有脸来蹭苏老板的课？我也是孙家村的人，凭啥不让我听？我也要入社赚大钱。合作社第1条铁规，有隐瞒异议、坑害乡亲前科者，终身禁入。你张彩凤的名字永远在孙家村的黑名单上。对，就该这样。废话讲完，40万押金已经全部入账，所有人拿帽子。明天早上6点，村东头荒地准时开挖地基。停工，全给我停了！昨晚钢价暴涨10%，你们预租的那40万底子已经烧穿了，今天不见现钱，这车钢筋原路拉回。半夏，你看账本，加上这车钢筋，咱们账面上只剩2000块钱了，明天连工人的盒饭钱都结不出来了。继续下挖，这半张留作提货证据。马上卸车，挖掘机1秒都不准停。拿啥付钱呀？咱们已经被掏空了呀！拿我的命填，我马上进城去镇银行，拿我名下那座全自动化乳厂做全额抵押，敲100万出来。刘经理，用这本证上全套的自动化设备做全额抵押，今天给我贷100万。哼，苏半夏，你那堆破铜烂铁满打满算值50万，你想咋拿50万银行100万去填你们村那个草台班？刘哥说的对，他们村工地连买砖的钱都掏空了，你把钱借给他不妥呀。加上我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，还不清这笔烂账，我苏半夏这条命连同所有资产全归银行。你的资产加上你名下的养殖产业，在银行的评估体系里，价值根本达不到标准。安保人员，请带这位女士离开办公区域，看清楚这头条上的红字：省柏村示范工程今日下拨，200万专项贴息补助。省里的真金白银多的是，但那是给市里的龙头大企业准备的。你这种满腿泥的村妇，连闻个味儿的资格都没有。100万的高息烂账我不借了，这200万的无暇补助我不仅要闻味儿，我还要连锅端。停！厚度不达标，全给我停下！老爷子，你不要命了？这车水泥5000块，拧在管子里，车就报废了。你放手！厚度才0.8毫米，省里死标准是1.0。你们在护粪池底层偷工减料，一旦渗漏，地下水全得完蛋。你们这是在骗国家的200万。领导那是供应商发错了货，这要是把底子全扒了重铺，咱们账上最后那点活钱就彻底烧干净了呀！那就带着你们的烂摊子滚蛋！专项资金1分没有。开机，换碎石董，把坑底那些半干的水泥和这层烂膜全部给我连根铲碎。教授，3天后您再来卡尺量，差0.01毫米，我苏半夏自己把这个坑填平。好，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后我复查，要是还不合格，趁早解散。苏半夏，你想出风头，做梦！明天专家复查，我看你没电怎么抽水。谁干什么的？我路过解个手。大半夜拿着钳子解手，孙浩源，你小子胆肥了啊，敢来搞破坏！乡亲们快来啊，抓着贼了！孙浩源这要剪咱们的电线。孙浩然，你为了报复我，连全村人的活路都要断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血口喷人，我就是路过，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还嘴硬，送派出所。这次
非让你进去蹲几年不可。糟糕，这雨势太大，他们那个不合格的排水沟怕是扛不住。快，沙袋，把缺口堵上，绝对不能让水进机厅。主任，水太大了，堵不住啊！堵不住也要堵，这是咱们的命根子。周教授，这里危险，您快回去，我们能顶住。堵不住了，缺口越来越大，水泵也别熄火了，底膜要被冲翻了。底膜翻了，全村人的命就断了。没沙袋，拿人填。排水系统依然不合格，但是你们的应急反应能力合格了。我搞了一辈子农业，见过太多数据漂亮但一碰就碎的项目。你们的技术极其粗糙，管理一塌糊涂，但是你们有一股子把事做成的狠劲儿，还有一个知道身先士卒的带头人。农业这碗饭就需要这股劲儿。200万资金我批了，但丑话要在前面，后续建设哪怕差1毫米，我随时收回，好自为之。谢谢周教授，我们一定不给您丢脸。我们有救了！站住，谁都不许靠近。半夏主任，这可是咱们的金瓜大道了，我就看一眼，看一眼不行吗？不行，周教授定的规矩忘了，未经彻底消毒，人和车一律不准进。病毒是肉眼凡胎能看见的吗？以前咱家养猪，猪崽子来了直接报进圈，哪这么多穷讲究？哼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好好的，那你家去年那一圈猪是怎么死的？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？现在是合作社，几十家人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面，谁敢拿旧黄年来这赌？听半夏的，咱们现在是正规军，纪律就是生命线。1号者准备，温度调到最佳。2号岗盯着消毒流程，少1分钟都不行。拉开分流自动闸门，全部机械化卸车。听说了吗？隔壁孙家屯又闹猪瘟了，死了好几10头呢。真的假的？这才消停几天啊？那还能有假？我娘家侄子亲眼看见的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这瘟神哪那么容易送走？有些人啊，搞什么现代化，又是建厂又是拉猪的，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把咱全村都搭进去。不能吧？半夏那猪场管理可严了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严？再严能严过老天爷？我就不信那铁皮房子能挡住瘟气。再说了，他苏半夏一个还要靠男人养的娘们儿，懂个屁的科学！我看他就是拿着大伙的钱在那瞎折腾，想出风头。张彩凤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自己家猪死绝了就见不得别人好是吧？在这嚼什么舌根子？我怎么嚼舌根子了？我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，别到时候钱打了水漂，都没地儿哭去。主任不好了，3号猪槽温度骤降，是不是设备坏了？怎么回事？备用电源呢？我不懂啊，这全是洋码子，我哪知道咋回事？我就说这高科技靠不住吧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赶紧的叫人抱柴火生煤炉子。不行，现代化猪舍绝对不能见明火，烟气排不出去，猪没冻死先呛死了。那你说咋办？眼睁睁看着冻死，几10万啊！周教授，抱歉深夜打扰，3号猪槽温控系统故障，温度骤降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室外零下5度。别慌，先去检查环控仪的保险丝，如果没断，立刻手动开启备用燃油暖火器，那个是机械控制的，不受系统影响。吴叔，跟我去设备间，其他人准备棉被。要是暖风机也起不来，就用人肉也要把温度捂住。我来砸中控锁，你拽启动绳。张彩凤把昨晚修机器的照片发到了全村群里，说咱们昨晚在设备间里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弃妇哪来这么大本事？原来是傍上了支书这棵大树啊！孤男寡女的，整天凑在一起，能干出什么好事来？支书，你就让那泼妇在外面胡咧咧，我去撕了他的嘴。站住！你嫌不够乱是不是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急了。支书，咱们要是为了这就避嫌，那合作社还要不要干了？我一把年纪了，不怕什么，我是怕毁了你的名声。我的名声，在孙浩然把病猪拉出去的那天就已经毁了。我现在只在乎猪场能不能活下去。他想用唾沫星子淹死我，没门儿！张彩凤，你有这闲工夫造谣，不如多积点德。
我苏旦夏要是拿了合作社一分不干净的钱，要是和支书有一点不清白，出门就让车撞死。你敢发誓，你没在背后搞鬼吗？半夏，这不会是那个吧？体温40.5度，食欲不振。苏老板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的车都等半天了，要是赶不上这一波行情，价格可就得变了。半夏，就这一头，咱们把它挑出来偷偷埋了，剩下的赶紧装车卖了吧。要是让老板看见，这一整批猪可就全完了，100多万啊！不行，周教授的铁骑发现疑似病例，立刻封锁全场，上报检测，绝对不能抱侥幸心理。你疯了！一上报，咱们这几个月的心血就全白费了。大伙儿要是知道了，能把你吃了。我是苏半夏，所有人员注意，立即停止出栏作业，启动1级防疫响应，通知赵老板，今天的交易取消。紧急化结果出来了，不是非洲猪瘟，是普通的猪流感，这几天气温变化大引起的，隔离3天就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苏老板，有病猪宁可断财路也不坑人，你孙家村这招牌够硬，这批猪我按最高市价全包了，马上装车。开闸，全自动装车。发财了！咱们村彻底出头了！乡亲们，第一批生猪虽然晚了几天，价格掉了点，但咱们以智取胜，除去成本和预留发展金，今天分红！这是真的？您尾号8848的银行存折卡到账金额38000元。收好凭证，这是你没日没夜守猪舍换来的。我真不是东西，上次还差点为了一头病猪犯浑。半夏主任，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呸！神气什么？指不定这账面上做什么假呢？你那是嫉妒，当初让你入社你不入，现在眼红了，晚了，真金白银到账，真香！等着瞧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怎么跌得这么厉害？上个月还8块5，今天就6块了。这要是卖了，连本都回不来呀！半夏主任，咱们第2批猪马上就能出栏了，这可咋整？每天光饲料钱就得烧进去好几千啊！哟，苏总，愁眉苦脸的，行情不好吧？郑老板消息真灵通，有何贵干？我这人热心肠，看不得你们亏本。这样吧，你们这批猪我全包了，5块5一斤，现款结清。5块5，5块5你抢劫啊！我们的成本都快6块了，你这趁火打劫！嫌低？那你去别处打听打听。现在除了我，谁敢接这么大的盘子？再过1周，要是跌到5块以下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苏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娘们家的别应承。晚上我在镇上最好的饭店摆一桌，咱们边吃边聊。郑老板，你的好意心领了，我的猪就是烂在罐里也不贱卖。送客，乡亲们，市场行情我们控制不了，只卖活猪，脖子就永远被人卡着。那你说是咋办？现在猪都压在圈里，再不卖就赔光了。我们自己杀，自己卖肉。我们要建冷库，建分割车间，做品牌猪肉，直接进城里的超市。啥？咱们自己杀？那得投多少钱啊？第1期投资50万，我们用猪场做抵押，再贷一笔款。半夏呀，这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容易扯着蛋啊。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养猪卖猪，哪懂什么品牌？万一赔了，咱们连老本都没了。大爷，时代变了，咱们的猪是生态猪，没喂过1天违禁药，凭什么要跟那些速成猪一个价卖给猪贩子？只要咱们把牌子打出去，城里人抢着要，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。信我的就跟我干，不信的现在退股，本金我1分不少退给你。横竖是个死！我信半夏主任的，我追加投资1万，我也投，送我一个。苏半夏现在牛气了，全村都围着他转，老子像条狗一样被赶出来。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，他不是想搞什么品牌肉吗？要是这肉吃了问题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郑老板，你啥意思？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哼，谁让你杀人了？这是一点强力泻药，只要在他们新进的那批饲料里掺上一点。这要是被抓住了，你想想苏半夏现在多风光，再想想你现在的熊样，只要这事儿成了，他的牌子就砸了，到时候他还得求着我收猪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这个数。干了！只要能让那娘们倒霉，老子豁出去了。混合机在哪儿？孙浩然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好你个王八蛋！上次剪电线饶了你，这次还敢来投毒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来偷点饲料喂鸡。偷饲料？这里面是什么？等帽子叔叔来了，化验一下就知道了。孙浩然，你真是死性不改。该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早该进去了。半夏，
别想了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咱们还得往前看。合作社这摊子事儿还得靠你撑。支书，加工厂的贷款批下来了80万，没时间感慨了。孙浩传的事儿翻篇了，通知施工队，明天一早冷矿和分割车间同时动工。第二批猪还有1个月出栏，咱们就是不睡觉也得把厂房盖起来。苏主任，你这不是难为人吗？1个月就是神仙来了也盖不好，水泥氧化都得20天。我不管你是用神仙还是用这帮兄弟，下个月15号我要看见设备进厂调试，每天加钱，夜班费翻倍，能不能干？行，只要钱到位，老子拼了命也给你赶出来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2班倒。半夏，不好了！哎，半夏，刚才厂家打电话，咱们订的那套进口冷链设备被海关卡住了，说手续不全，至少得晚半个月。高总，合同白纸黑字写着准时交货，宽限半个月，我的猪全得烂在手里。进口的进不来，合同立刻作废，定金马上退回。马上联系市里的国产冷链厂，告诉他们，只要明天设备能拉进咱们工地，租金我出双倍，活人绝不能被尿憋死。好嘞，我这就进城去堵他们厂长的门。半夏，国产冷链流水线连夜装好运转了，第一批肉马上出冷库，包装盒还没印字，流水机等名字下锅呀。那还等啥？就叫富贵猪，吉利，一听就能发财。叔，太土了，得起个斯特特、奥格尼克之类的洋名。啥名？那玩意儿能吃吗？啥玩意儿啊？我看就叫疙瘩腿笨猪肉最实在。都不行。咱们的猪吃野菜喝泉水，太土进不了高端市场，太洋就丢了本色，就叫这个，简单好记，把咱们的根亮出来，包装全换成牛皮纸非景化，主打原生态。青山生态，有股子清气劲儿，我看行，就它了。吴经理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村自己搞的生态猪肉，没喂饲料，肉质特别紧实。苏小姐，我这每天来推销的土特产没有100也有80，你们这牌子听都没听过，怎么上架？我们可以先少上一点试试，或者搞个试吃活动。行了，直说吧，进厂费20万，条码费5万，还得有3个月的账期，能接受咱们再谈。吴经理，我们是扶贫项目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扶贫去找民政局，我这是做生意，没钱就别来这种地方，慢走不送。来，尝一尝啊！山里跑的笨猪肉，不香不要钱。这肉真香，不像超市肉一股腥味。多少钱1斤？大姐，咱们这是生态肉，45一斤，今天推广买2送1。您是？吴经理，我是绿源生鲜精品超市的老板，我在找高品质的肉源，你们的猪肉很有特色，我想先订500斤试试。500斤，明天凌晨4点，保证送到您超市冷库门口。爽快，慢1分钟，我直接砸了你的招牌。半夏，咱这青山生态的牌子真让城里的大老板给相中了。别笑了，回村叫上所有人，连夜装车，动作快点儿，5点前必须出发，9点前得送到市里的超市，晚了就赶不上早市了。坏了，制冷机皮带断了，这大半夜的没地儿修去。完了，这可是500斤鲜肉啊！要是捂坏了，咱们的牌子还没挂上去就得摘了。都别愣着，把肉卸下来。卸下来，往哪儿放？去冰库砸冰块，用棉被包着，分装到咱们自己的车上。吴叔，你胆对，我也去，咱们就是人肉背，也要把这批肉按时送到。出发。喂，苏总，爆了！你们的肉太受欢迎了，500斤半天就没了，明天给我送2000斤，不，3000斤。吴经理，实在抱歉，我们目前的产能每天最多只能供应800斤。送上门的钱你不要，3000斤啊，那得多少钱？半夏，隔壁村老杨家还有几十头快出栏的猪，要不咱们先收过来顶上，反正都是猪，吃着没啥大区别。吴叔，你说什么？我就是提个建议，为了救急嘛。咱们的牌子是青山生态，承诺的是纯粮食喂养无抗生素。老杨家的猪为什么你不知道？只要掺进去一头被吃出来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宁可少赚，绝不砸牌子。回复吴经理，每天800斤，多1斤没有。谁敢私自收外面的猪，立马滚出合作社。哟，大妈，那所提呢？哼，怎么发财了？连你也开上车了？托半夏主任的福，这几个月分红不少。这不，刚去城里置办了点年货。对了，听说你家那口子还在镇上打零工，1个月没俩钱吧？少在这阴阳怪气的，不就是那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批气的？
苏半夏，大叔，你们等着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真正的土猪肉比超市里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便宜一半。你胡说八道！10块钱一斤，你这是喂泔水长大的速成猪吧？哟，这不是青山生态的吴老板吗？怎么只许你们卖高价，不许我们给老百姓送实惠？大家评评理，这肉看着是不是一样？是挺像的，价格可便宜多了。给我来5斤！别吵了，这是冲着咱们来的。那咋办？他们这是扰乱市场，咱们的肉在超市卖20多，他们这一搞，谁还买咱们的？这是价格战，他们想用低价把咱们挤死，回去开会商量对策。苏半夏，你们搞什么鬼？今天有好几个顾客投诉，说吃了你们的肉拉肚子，还有一个住进了医院，卫生局都找上门了。吴经理，这不可能，我们的每一批肉都有检验检疫合格证。顾客哪管那些，他们只知道是在我的超市买的土猪肉。现在网上全是骂声，说我们挂羊头卖狗肉。从现在起，所有合作暂停，你们等着收律师函吧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肯定是集市上那帮孙子干的，他们卖病猪肉，让咱们背黑锅。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，咱们得证明清白。咋证明啊？人家都说是吃了咱们的肉。吴叔，你立刻带最近3天的留羊肉去市疾控中心化验。我现在就去市医院，我倒要当面看看这毒猪肉到底是从哪儿吃出来的。苏老板，你们的生态猪肉是不是打了违禁药？消费者还在抢救，你现在拿车钥匙出门，是不是准备钱小跑路？让开，我们的肉绝对没问题。我现在就是去医院当面核对。没问题，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，就是吃了你们的肉，赔金上架，赔钱！哎，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苏本夏，为防止事态升级，马上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坦白从宽，你们到底在饲料里加了什么？同志，我说了无数遍了，我们的猪只吃玉米、豆毛和野菜，绝对没有添加任何违禁品。那这些怎么解释？住院患者的呕吐物里检出了高浓度的瘦肉精和抗生素残留。不对，我们的肉每一批都流量了，你们化验我们的流量肉了吗？正在化验，但现在证据指向你们。超市的进货记录显示，那个患者买的就是你们青山生态牌的肉。同志，那个患者买的肉真的是我们送去的那批吗？包装袋还在吗？有没有被调包的可能？你是说有人陷害你们？我请求见那个患者或者他的家属，我要看他们买的肉的包装。你还敢来？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大姐，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但我今天来是想救您的儿子，也救我们自己。您能让我看看那块肉的包装袋吗？求您了。看吧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们的牌子。大姐，我们的正品包装这里都有一个防伪码，扫一下能看到这头猪的生长记录。这个没有。你是在哪儿买的？啥码？我哪知道？这肉是我在农贸市场门口那个搞促销的摊位上买的，10块钱1斤。同志，您听到了吗？农贸市场，我们的肉只供超市，从来不去农贸市场。看清楚了没？就是那个白天摆摊的小子，他们卸的好像是病死猪，你看那肉色都发紫了。我就知道是这个王八蛋，以前就因为咱们不收他的病猪，跟咱们结了梁子，这回人赃并获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走，把这证据交给半夏，这回咱们要反击了。无法无天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整啊！半夏，证据有了，咱们报警抓人吧。光抓人还不够，咱们的名声已经受了损，必须做一次公开说明，当着全社界的面把清白找回来。联系市里的电视台，还有之前那些报道咱们负面新闻的媒体，告诉他们明天上午10点，咱们在村口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有重磅证据公布。他们能来吗？现在都躲着咱们呢。告诉他们，如果不来，他们将错失今年最大的新闻反转。还有吴叔，你带人去守着那个仓库，别让他们转移证据。明天发布会一开始，帽子叔叔就会同步行动，明天就是决战。苏小姐，你们今天是要公开道歉吗？受害者家属表示不会接受你们的赔偿。吴叔，麻烦把视频放一下。天哪，那不是孙家屯的瘸子吗？还有咱们村的张大妈。这视频是真的吗？那肉是病死猪。这就是真相。有人用病死猪肉冒充我们的品牌，低价蹭销，坑害消费者，栽赃陷害我们。左边这个是受害者买到的假冒伪劣产品，没有防伪码。右边这个才是我们青山生态的正品，
每一个都有唯一的身份证。这狐狸精，你害我！张彩凤，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跟我们走一趟，带走。活该，黑了心的娘们儿！苏小姐，首先向您和合作社表示最深的歉意。之前的报道给你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没关系，真相总会大白。只要法律是公正的，我们就问心无愧。报告真是太有分量了。我想问问苏小姐，经历了这次风波，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将继续坚持初心，用最严格的标准生产最安全的食品，同时我们会加强品牌保护，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这次事件也让我们看到，消费者是多么渴望真正的绿色食品，这更坚定了我们走这条路的信心。苏总，你们的工厂真棒，标准比我们欧洲还要高。这还要感谢那次风波，它让我们痛定思痛，下决心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升级。这是我们苏总的名片，以后多关照啊。半夏呀，真没想到咱们村能有今天。是啊，支书，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。咱们青山生态专柜今天正式入驻全国30个省会，这只是开始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让全国每个县城都能吃上咱们的肉。半夏，给村里建这些医疗站、学校，咱们账上的活钱可是一下子去了一半。吴叔，钱是大家伙拿命挣回来的，不花在命根子上，这合作社就成了吃人的机器。说得好，赚的是金子，守的是良心。咱们孙家村总算活出个人样了，看这庄稼长得多硬气。路通了，名气响了，从今往后再也没人敢说咱们孙家村是泥腿子、草台班子。